AI 可以帮你做什么？本机部署 LLM、RAG、Notebook LM、工作流 Diffie、M8N、MCP 都是些什么 ？AI 人工智慧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AI Agent 智能代理才风行不久，马上又有 Agentic AI， 以及最近由黄仁勋先生所提出的人类程式语言 Human Program Language 等新名词或新工具出现。从新闻报道到社群媒体，每天都在冲击着我们的认知。无所不在的 AI 讯息，似乎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然而，在这股看似充满机会的浪潮中，许多人感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压力与茫然。特别是对于台湾的中小微型企业主以及广大的一般消费者而言，这种感受可能更加强烈。一方面，他们意识到跟上趋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每天爆炸性增长的资讯，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令人眼花缭乱，根本不知从何开始。这种资讯爆炸的现象，往往不是带来启发，反而是导致一种普遍的焦虑感，担心自己错过了什么，又或者害怕自己所做的选择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路径。许多人因此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困境，在AI的浪潮前犹豫不前，感受着时代洪流的冲击，却不知如何安放自身的位置，只能自问，难道 AI 带给我们的就只是使用自己的照片生成几张吉卜力风格的图片，还是一键生成5秒钟的动画或影片？ AI 还能在工作上帮我做点什么吗？作为分享 AI 产品实际体验系统影片中的第一步，我们决定先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结论，接续再依序带着大家去体验本机部署 LLM、RAG、检索增强生成及 Google Notebook LM、工作流 Diffie、M8N 及 MCP 等等最为热门的 AI 议题或技术，借以慢慢地向大家印证我们的结论。要如何将 AI Agent 或是接续降临的 Agentic AI 实际导入日常生活或工作，其实端看你自己的心态以及如何取舍。如果你一开始就选择使用某些知名的 AI Agent 产品，随着这些产业的自我竞争以及产品功能不断扩展及革新，自然会带你去认识并且应用不断推陈出新的功能。只要你对网络上那些夸张到毫无底线的资讯视而不见，应该也不至于会错失什么非常重要的资讯。反之，如果你已经接受到网络上庞杂的 AI 产品以及 YouTube 分享的资讯，却又始终觉得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我们的经验应该可以对你有些许的帮助。在耗费许多时间和心血去尝试各种 solution 之后，我们的结论会是：1. 选择信誉良好的云端 AI Agent 产品； 2. 以自己的需求为中心进行探索。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其实只要先选择一家信誉良好、技术可靠的 AI Agent 产品去使用，接着再以自己的生活及工作等各方面的需求为中心，逐渐去发掘这些产品的功能，究竟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如果真的觉得合乎自己的需求，再考虑升级成付费版本，使用更为高级的功能。如果真的觉得不太适合，再去选择其他的商品。我想比起每天看着网络上五花八门的 AI 资讯，或是相较于我们在接下来想和大家聊聊的方案，不妨先想想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AI 到底可以帮你做什么，然后再去进行选择，应该是最能节省时间和成本，又不怕被资讯浪潮所淘汰是最好方案了。而且要去验证这样的结论是否正确，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由我们带着大家逐一体验热门的 AI 技术和知识，借以让大家思考如何在 DIY 所将面临陡峭的学习曲线困境、可能耗费的成本与使用 AI Agent 产品可能牺牲的主控权之间，取得一个合乎自己需求的平衡。本机本地部署 LLM。 首先，大家应该都听过前阵子网络上充斥本机本地部署、一键部署 LLM、大型语言模型等教学，这些主张无非就是主打可以借此免费使用 LLM， 更拥有不怕个人或客户资料外流，可以保护个资等等好处，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动。而且不能否认的，这些教程确实都已经写得十分清楚，即使偶尔有一些难度， YouTube 们通常也都事先帮你设想好如何解决。就算以我这样一个文科出身的程式小白而言，只要参考网络上的教学，还是也可以实地操作，使用最常见的 LLM 平台，在本机下载并部署一个可以调用所有开源的 LLM， 例如 Llama 3、Gemma、DeepSeek、Mistral。 不要问我怎么没有当然市面上最知名的 ChatGPT、Gemini、Claude 等 LLM， 因为那些都不是开源的模型，当然无法从网络上找到。在这里我们以 macOS 作为示范，
并选择使用 Anything LLM 作为安装 ALM 后的图形界面平台，以减少初学者面临终端机文字命令模式的恐惧。同时，为了简化初学者的操作步骤，以下教学不使用 Docker 进行安装，如果熟悉 Docker 的人可以自行选择使用。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从网络上安装这个 Ollama。我们直接在 Google 里面搜索 Ollama， 就可以很轻松的找到它的官网。在官网上面呢，可以看到它整个界面很简单，这里我们就直接选择 Download， 因为我是使用 macOS 来做示范，所以就选择 Download for macOS。可以看到它就已经慢慢的在进行下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界面，这个官网页上第一个界面，可以看到左上方就有一个 model， 里面就有各种大语言模型可以选择。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做一个操作。那有关于这个网站注册或登录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先不用管它，因为这个是一个开源的档案，我们下载以后，下载在本机里面，也不需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登录。下载完以后，我们就在 Mac 里面直接打开这个 Finder， 在 Finder 的这个下载项目里面就可以找到下载下来的一个压缩档。那它的安装原则上就是点2下，它就会自动去打开。打开以后呢，我们就把它移到这个 Move to Application， 也就是应用程式里面。安装完以后，我们就照着它的界面一步一步去 install。那因为这个 Ollama 它本身是一个文字界面，所以我们看到界面显示已经安装完后，必须要进去终端机模式里面才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应用程式中找到并且打开Mac终端机，然后就可以确认一下它是否已经正确的安装。我们可以在这个文字界面的指令型里面输入一个简单的指令去确认。好，我们这里就直接打一个 Ollama version， 然后按下 Enter 键。只要这里可以看到它有显示出版本的话，原则上就应该已经正确安装完毕，表示这个 Ollama 已经安装在你的本机里面了。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 Ollama 它本身只是一个平台，所以如果你想用这个平台去运转什么样的模型，就必须要另外再去找开源的大语言模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 models， 这里的排列是以它最受欢迎的程度去做排列，可以看到应该是常见的开源模型，都可以在这个官网直接找到，不用再另外去其他的平台找。这里我们就选择第一个 DeepSeek R1 模型，它本身的一个推理的模型，下方标示这个几 B 几 B， 就是它的参数规模大小。那通常我们的一般操作，大多选择7 B 8 B 左右，大部分电脑应该都跑得动。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面右上方直接复制下载的指令，如果你还没安装过，它就会直接下载这个模型到本机。我们直接在文字模式中输入中文问它问题，这里我就请它说明生物学的分类好了。因为我们说过这是文字模式，所以如果要进行其他设定，都必须使用文字输入指令，应该会有很多人不太习惯，但好处就是不用经过任何设定，立刻就可以在指令型输入你想问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推理型的模型，所以也可以观察一下它的不同。好了，我请它说明生物学上的预界门纲目的分类，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它开始运行了。但很明显它不是直接告诉你答案，而是出现一行一行的灰字，这是它内部在接受你的问题后所运行的过程。大家甚至可以看到大语言模型内部的想法，有兴趣的人可以仔细研究看看，真的有点像是一个人听到对话后，会先去理解你的问题，然后在内部做一个理解或推理以及整理，最后才会告诉你他的回答是什么。那这一点可能跟早期的 ChatGPT 不太一样，我们都是直接看到答案的，所以说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两种模式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内部进行思考后，就会回答你很多的内容。OK，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可以确认 Ollama 已经正确安装完毕，而且可以正常运作。接下来我们就要再安装一个 Anything LLM 的图形界面模式，毕竟一般人比较习惯还是用这种图形界面的方式来进行问答，运用这个 Anything LLM 应该会比较习惯一点，所以我们这里就继续安装 Anything LLM 作为运用 AI 的平台。这个程式的安装也是同样简单，并没有跟一般的应用程序安装有什么不一样。原则上就是等它下载完后，到 Finder 的下载项目里面去点2下，系统不是跳出打开的选项，就是直接要求你把这个 Anything LLM 拖到 Application 里面，使用者只要移动滑鼠将它拉过去，就算是将它安装到本机电脑里面。因为不管是 Ollama 还是 Anything LLM 的安装，都是在本机进行，
将来也是在本机运作，所以都不会有因为账号密码外泄导致个资被盗的问题。我这里是已经安装过了，否则第一次打开程式的界面的时候，它会要求做一个问卷，但因为我们是安装在本机，所以就算你跳过去都还是可以正常使用，因为这些资料并不会流到这个网络或者是应用程序的官网上面。一开始可以从界面左方上去新增工作区，你可以随便取个名字。那因为这个我事先已经安装完以后，这边先点选上方已经设定的工作区，再点选下方设定扳手的图示。进入设定选单后，首先要设定的就是 AI 服务提供者，也就是这个选择一个你想要使用的大语言模型。选单上可以看到它会列出很多服务提供厂商，包括 Anything LLM 也有，但因为我们已经使用 Ollama 下载模型，那因为我们这里是用这个 Ollama 来做一个平台，所以说我们就直接选择 Ollama， 再去选择我们下载过的模型。这里要记得设定完以后，必须要点选右上角进行储存的动作，然后点选左下方回复的图示，切回到主画面的对话框。可以看到对话框和我们一般使用 Chat 的界面十分类似，所以使用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好，那我们这边就简单询问一个问题，请他对小学生介绍什么是量子电脑。这边可以观察看看本机部署和平常使用的 AI Agent 会有什么不同。首先，回答的快慢会和你自己的电脑记忆体以及所选择模型的参数规模大小都有关系。这里看到他在思考一阵子后已经直接回答问题，不但没有刚才的思考过程，而且回答的有点简单。我们可以从对话框下面的大脑图示重新选择想要使用的模型，因为刚刚可能没有切换过来，我们这边再重新选择 DeepSeek， 然后点选使用这个模型，重新询问相同的问题。我们把它复制，然后贴回到这个对话框里面。我们看看 DeepSeek 它的回答是怎么样啊？因为 DeepSeek 这种是属于推理型的一个模型，所以说它不会像一般我们在询问日常生活用的那种模型，很快就会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而是会在内部做一些理解跟整理，然后才会把这个答案回复给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以灰色字体显示模型内部的理解过程，甚至可以看到它很口语化的呈现。好的，我现在需要处理用户的查询，他们要求我，所以说这部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你应该会感觉到比起以往使用 Siri 或 Google 而言，似乎多了一点温度，少了点机器的味道。OK， 最后呈现出来的回答也明显活泼许多。哇，想象一下你有堆非常复杂的一个拼图玩具，然后下面又举一个例子，它的回答明显有比刚刚那一个模型丰富、清楚而且生动许多。接下来我们再询问它其他问题，我们来询问刚刚在文字模式里面问过的问题。我们同样请问它生物学上的域界门纲目的区别跟定义。我们来看看它这边是怎么回答的。在这里我们可能要先了解，相较于一般我们经常使用回复日常生活问题的模型，我们现在所选择的这种推理型模型，它所耗费的时间跟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两种模型在使用上本来就会有一点区别。推理型的模型速度明显会比较慢，在这里可以看到它在回答你的问题以前自己就已经想了很多。你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思考过程，让我想想要怎么样衔接比较好。这种用语真的好像对话者在怀疑问对方本来在问量子电脑，怎么一下子就跳到生物学上面去，让他这个大语言模型感到困惑。但是在外面的一个黑色的回答里面就比较没有那么口语化。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些资讯都依序整理出来，然后在每一个项目都帮你举一个例子说明。回答的内容应该算是蛮丰富也蛮清楚的。接下来我们要请他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的是要测试将大语言模型部署在本机电脑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我们直接问他说日本东京今天的天气如何。 OK， 你会看到他一样内部有点在抱怨，怎么又从量子电脑问到东京的天气，这个转折有点大呢，可能是想要测试我的多领域能力。然后他就回答问题了，日本东京今天的天气是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最后一行备注，由于我无法及时联网更新讯息，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OK， 这已经有一点 touch 到我们想要测试的重点，也就是本机部署的大语言模型是否具有主动联络网络的功能。接下来我再追问他说今天是西元几年几月几日。我们从他的思考过程可以看到他的上下文确实是有一定程度的记忆，
因为他还是觉得说我们之前是要向小孩子解释有关于量子电脑这种复杂的问题，他应该怎么样去说明比较容易明白。他会产生这种类似人类的情绪，应该是我们刚刚在接续的询问都没有在对小朋友这个受众进行变更，所以他觉得我们的询问逻辑太过跳脱，才会产生疑惑，并进行各种猜测。好的，这里他回答说今天是西元2024 4月17日，这明显是不对的哦。我们一直在这边追问这个问题，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本机部署的大语言模型基本上是不具有联网能力的。我们再次询问他说，你不是可以联络到网络上取得精确的日期跟时间吗？你看他这边就讲说，首先我要回想一下自己的功能限制，根据之前的一个设定，我是无法掌握互联网来查询最新的信息，这样就可以确认我们想要了解的疑问。 OK， 在对外的回答中，他就告诉你很抱歉，作为 AI 助理，我无法主动访问互联网来取得最新的日期跟时间，这样就可以确定在本机所部署大语言模型是不具有直接网功能的。虽然针对个人使用者和微小型企业，我们会认为本地 LLM 部署应该具有下列优点： 1. 核心隐私保障，原始资料和 LLM 运作在本地设备，理论上不离开本地环境。 2. 初期免费，可免费取得开源 LLM 并完成部署。 3. 无额度限制，基本聊天功能无使用额度限制，但是透过上面的体验，我们也认为本地部署 LLM 可能必须面临下列困境：缺乏即时资讯，最直接且关键的限制就是本地 LLM 无法直接连上网际网络获取即时更新的资讯，缺乏 AI Agent 通常都会具备的功能。本地部署的 LLM 在预设情况下几乎不具备已成为商用 AI Agent 产品标配的核心功能，包括基本的日期、时间设定，以及网络搜寻、PDF 文字辨识、OCR、语音转文字等对于实际工作应用至关重要的功能。扩展功能的技术障碍，使用者往往需要重新连接网络，甚至必须一再向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取得 API 应用程式界面才能完成设定，而且也因此增加各自泄露的潜在风险。核心价值主张被削弱的功能鸿沟，上述功能上的巨大差距严重影响了本地 LLM 免费及隐私的核心价值主张。也许有些 YouTuber 会告诉你，就算你是程式码小白，也可以将问题丢给各种 AI Agent 产品，但结果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反而开始陷入不断发问、解决问题，然后又产生新的问题，继续向 AI 提问的循环。如果你是一个充满学习热忱，而且又有很多时间的人，确实是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以前所未曾接触领域的知识。但如果你只是一个单纯想要将 AI 产品实际运用到工作上的话，可能就得好好想想，付出这样的时间和心血成本是否值得。至少我个人是觉得，对于个人或微型企业而言，真的还不如一开始就选择一家信誉良好的 AI Agent 产品。最后，我们也总结一下本地 LLM 部署与云端 AI Agent 产品的关键差异，供大家参考。以本地部署 LLM 而言，至少在核心资料隐私的管理以及初期建构成本较低这两方面具有优势，同时也具有开箱即用的基本功能。反过来说，云端 AI Agent 产品则是在核心资料隐私会受到管理及限制，而且进阶功能通常也都必须付费，算是使用者必须考量到的因素。但其余有关设定、维护难度及所需技术等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具有优势的。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观看。